下次来时，我会将老师这些年所受的苦尽数奉还。萧炎的目光犹如一头野兽般，隐隐间带着一丝令人心悸的疯狂。希望吧。紫衣老者眉毛一抬，手掌陡然握下，萧炎周身空间顿时崩裂，而萧炎的那道灵魂之力也是在这般恐怖攻击下化为湮灭。望着萧炎消散的身影，光团之内的药老苍老的脸庞上却是浮现一抹欣慰之意。萧炎面对斗尊强者居然能够怡然不惧，看来这些年他真的成长了不少。他隐隐间觉得自己的这个弟子下次再出现时，应该便不再是灵魂之力，而是真正的本尊。见到药老脸庞上的那抹欣慰，紫衣老者却是眉头一皱，不知为何，他心头感觉到了一丝不知多少年未曾出现的不安，虽然并不强烈，但却有着深入灵魂的冰凉之感。萧炎是吧？安静的大殿中，有着一道蕴含着冰冷之意的声音缓缓响起。漆黑而阴冷的大殿之中，光团内的药老看了一眼眉头微皱的紫衣老者一眼，不由得一笑，道：“秦天是否感到不安了？”听得药老的话语，紫衣老者面色微冷，淡淡的道：“药尘，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。若非是店主看中你的炼药水平，你岂能活到如今？”药老脑袋微微动了动，带动着锁链发出一阵哗哗声响，眼帘缓缓垂下，冷笑道：“老夫可不是你这等软骨头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无畏顽抗，方才是最为愚蠢之举。你的炼药术，这斗气大陆上能与你媲美的，或许也就丹塔的那几个老不死的。你若是能够加入魂殿，地位必然比我更高，何必在这里受这苦？”紫衣老者语气略缓道。药老脸庞浮现一抹讥讽，却是懒得回答理会。魂殿的实力如何，想必你最为清楚，不然以你的傲气，也不会躲这么多年。虽说这里只是魂殿的一处分殿，但莫非你还真以为你那弟子能够闯到这里来不成？紫衣老者嗤笑了一声道：“现在说什么都是逞口舌之力，一切等到时候自然便有结果。”闻言，药老却是微微一笑，原本浑浊的目光却是变得格外的明亮了起来。见状，紫衣老者脸色也是微微一沉，旋即冷笑道：“你那弟子叫做萧炎是吧？若我所料不差的话，恐怕他也是在这中州了。好，本尊就等着他的到来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希望他能在魂殿的追捕中活下命来。”话音一落，紫衣老者一甩衣袖，身旁空间泛起一阵扭曲，而其身形却是缓缓诡异地消失在那扭曲的空间之内。望着紫衣老者消失的地方，药老拳头也是微微紧握，旋即也是一声低低冷笑，双眼逐渐闭上。随着两人的交谈结束，这座庞大无比的漆黑大殿也是再度变得死寂。天幕山顶，倾盆的雨幕已是逐渐的停歇，温暖的阳光也是再度从天空倾洒而下，将整个山脉都是照耀而尽。那股雨后环境显得格外的清新。天空之上，人影在保持了许久的纹丝不动之后，终于是突然轻轻一颤，而其紧闭的双眸也是缓缓睁开，漆黑双眸中杀意暴涌。“老师，等着我！”深吸了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翻腾的杀意，萧炎紧握的拳头也是徐徐摊开。这次所见的紫衣老者，应该是萧炎有史以来见到的第一位真正的斗尊强者，那股浩瀚威压的确是极为恐怖。但还好，如今的萧炎也并非是当年那个刚刚进入斗皇的小子，在那股威压之下，也是能够保持着镇定。这与上次那种连面都未曾见到，便是被威压震碎相比，已经是好上了无数倍。这一次进入那所漆黑大殿，收获也不小。当然，最令得萧炎安心的还是药老依旧安全。虽说看上去情况不是很好，但至少并未出现性命垂危般的状况。不过即便如此，萧炎也知道自己得尽量加快一些行程了。药老能够坚持这么多年，已是殊为不易。若是再拖几年时间的话，就真的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等将这里的事情完毕，便去那风雷阁。不管如何，一定要寻到风尊者，必须要有他的帮忙，方才能尽快的将药老解救出来。心中打定了主意，萧炎也是轻松了一口气，心神沉入体内，细细的感应了一番。如今其体内几乎是出现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，那一条条经脉不仅比以前扩宽了10几倍不止，而且在经脉甚至骨骼之外，还有着一层淡淡的斗气晶层，并且不断的散发着微弱的毫芒。拳头微微握了握，旋即毫无花俏的一拳轰出，只见得拳头周围的空间顿时扭曲，低沉而刺耳的音爆之声犹如闷雷般的在天际响起。这简简单单朴实无奇的一拳，其强悍程度居然比当初萧炎全力施展8级崩还要更强。斗宗与斗皇果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，如今实力应该是稳定在了1星斗宗的地步，倒是省去了不少的磨合时间，想必应该是天山血潭之功吧。萧炎轻声自语道，大部分人进入斗宗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磨合期，方才能够真正的到达1星斗宗，而如今的萧炎却是跳过了这一步，成功的到达了1星层次。
虽说这一星看起来似乎不值一提，但斗宗之间每一星之间都是有着颇大的差距。大多数斗宗依靠正常修炼，想要提升一星实力，也是需要数年甚至10来年的时间。这种事情并算不得什么稀罕。心中在为自己的好运感叹了一番，萧炎目光转向火山口周围的那座石亭，一眼便是瞧见了金石二人。当下脚掌一动，踏着虚空缓步而下，旋即一步步的从天空走下来，落在石亭之中。呵呵，恭喜萧炎小友成功进入斗宗了。见到萧炎落进石亭，那金谷也是一笑，称呼也是在不经意改变了去。如今的前者也算是与他们处于同一阶别，而且他也清楚萧炎拥有不少底牌，恐怕现在即便是他真要站起来，都不会是萧炎对手。不管在何处，实力决定待遇。虽说萧炎以前有着匹敌斗宗强者的实力，但不管如何，都只是一名斗皇，在很多斗宗眼中，始终难以将他们视为同层次对待。而如今萧炎成功晋升斗宗，这金谷二人自然不会再用以前的方式来对待前者，因此说话间也是多了一些客气。好运罢了，若非是金谷前辈提供的修炼之地，萧炎想要突破恐怕也是极难之事。萧炎对着两人抱拳笑道，这话倒也不假，若非是没有天山血潭，他想要一举突破斗皇，没有个将近1年时间，恐怕是不可能的事。闻言，金石也是笑了笑，道：各持所需而已，老夫可担不起这般谢语。不过你能在血潭之底待2个多月时间，倒是出乎了老夫的预料。那里面，即便是我也不敢待这般久。在里面修炼了2个多月吗？萧炎也是一怔，目光扫过周围，却是并未见到那蓝嫣然等人。凤千儿他们早就离开了，如今这天目山也就你还停留在这里了。对了，你那位朋友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后，也是离开了去。看他临走时那有些急切模样，想必是有什么事情吧？金谷笑道。那蓝嫣然也走了？听了这话，萧炎倒是有些诧异，旋即微微点了点头。还好如今已经知道云云的去处，待得他有时间了，便去花宗看看他过得如何。萧炎小友，如今你也算是成功突破了斗皇，不知……金石迟疑了一下，突然道。见到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萧炎自然是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当下一笑，道：金石前辈请放心，萧炎可不是拿了好处不做事的人，你身上的天山火毒交给我便好。闻言，金石与金谷皆是松了一口气。金石算是金属族的最强者，他们一族能够占据这天目山，也是靠的他们2人震慑。若是金石因此而陨落的话，对于噬金属族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损失。这里是驱除天山火毒所需要的一些药材，我这里并没有准备，所以怕是便只能麻烦2位了。萧炎从那戒中取出一张白纸，然后在其上写了一些药材，交与金石2人。一旁金谷连忙接过白纸，目光扫了扫，旋即笑着道：没问题，这天目山脉本就盛产药材，我是金属族这么多年，储存也颇丰。这些药材虽然稀少，但下午之时便是能交到萧炎小友手中。对于炼药师的一些惯例，金谷2人自然是知道，想要他们出手炼制丹药等等药材，皆是要自己配备，而这些炼药师则是只需要动手炼制便可。接过白纸之后，金谷也是迅速离开石亭，然后对着山腰处掠去。他需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将这些药材配备齐全。望着金谷消失的身影，萧炎也是微微一笑。萧炎小友，若是你能将我体内火毒驱除，噬金属族将会是你为一辈子的朋友。虽说我噬金属族比不上那些远古家族，但在魔兽界中也算是保有名声，而且因为我们的成员多，因此对于各种情报也是知晓颇多，算起来也算是魔兽界中的百晓生。金石目光缓缓从金谷身影上转回，望着萧炎轻笑道。闻言，萧炎心中却是一动，迟疑了一下，突然道：那不知道能否向金石前辈打听一件事？尽管说。金石笑道：不知金石前辈可曾听说过古族？萧炎舔了舔嘴唇，缓缓的道：古族。简简单单的2个字，却是令得金石瞬间动容。见到金石那动容的脸庞，萧炎心头也是一紧，看来他似乎是知道一些与古族有关的消息。萧炎小友怎会突然提起古族？你莫不是与他们有什么矛盾吧？片刻后，金石也是逐渐回过神来，有些担忧的道：这古族可不是风雷阁，得罪了风雷阁，萧炎或许还能活得依旧快活，但这个神秘的古族，若是与他们交恶，那后果……萧炎摇了摇头，笑道：我也并未见过这个古族，何来矛盾之有？我只是想知道一些与这古族有关的消息而已，不知道金石前辈可否告知？金石轻松了一口气，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，道：若是这样，那倒还好。放眼整个中州，即便是人类的魂殿、丹塔或者魔兽界的3大远古家族，对于这古族恐怕也是要保持着相当大的忌惮。闻言，萧炎也是略感惊愕，虽然能够猜到轩儿的背景不会弱，
但依旧是没想到，那所谓的古族居然强横到了这般地步。那为何未曾听说过这古族？而且这族也并未出现在人类与魔兽界的势力之中，难道他们不属于这两者？萧炎疑惑的道。这古族严格说起来也算是人类，不过他们是从远古遗传而下，据传拥有着斗帝血脉。金石缓缓的道。斗帝血脉？萧炎一愣。传说一个人若是能够达到斗帝阶别，血脉将会有所改变，而其后人也是会因此而得益。在远古时代，有着不少的斗帝种族，他们虽然也是人类，但在修炼上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，甚至一些好运者还能由血脉之中继承到一些斗帝的能力，但这种情况极少出现，完全看个人机缘。金石点了点头，在提及斗帝二字时，其话语中有着难以掩饰的敬畏，这是一种对这片天地的至强者的一种尊崇。这种拥有着远古斗帝血脉的种族，对于外人排斥性颇强，因为他们要保证血脉的纯正，所以即便与寻常人类结合，那也必须选择其中出类拔萃者。远古时候，这类拥有斗帝血脉的种族倒是不少，但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能够保存下来的似乎只有着一个，那便是这个神秘莫测的古族。古族并不在意大陆上的势力排名，但其实力却是毋庸置疑，族内强者如云，真要说起来，能与其抗衡的势力，即便是放眼斗气大陆，也是寥寥可数。萧炎微微点了点头，难怪轩儿说他至少要达到斗宗实力方才能够去寻他。原来那所谓的古族居然恐怖如斯，想想那魂殿的势力，而这古族却是能够让那嚣张跋扈的魂殿都如此忌惮，其实力那该是何等变态。那金石前辈可知道古族总部在何处？萧炎迟疑了一下，又是问道。中州东域那里基本是属于古族的势力范围，那里的大大小小势力除了少数的一些之外，大多都是属于古族的附庸，但古族却并不经常管理，平日大多的古族之人都是居住在古界之中。金石道。古界？听得这陌生的两字，萧炎又是一愣。凡是达到斗圣阶别的强者，几乎已是站在了斗气大陆的巅峰，这个阶别已算是超凡入圣，所具备的能力自然也是寻常人难以想象，而从虚无空间中开辟一方可供人居住的空间，则是斗圣强者的标志。金石叹了一声，话语中有着极度的艳羡，而这古界便是古族之内历代达到斗圣阶别的超强者构建而起，经过无数年的加固与扩张，面积虽说不可能与中州相比，但至少应该也与这中州北域相差不多，那里是属于古族人的独有之所，因此中州大陆上的寻常人对其也并非是很了解。萧炎轻吸了一口冷气，开辟空间，这等恐怖之事，真是人力能够办到的事情吗？斗圣强者居然已经强到了这般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，一想到那举手投足间便是可以撕裂空间的可怕能力，萧炎便是感到一股许些颤酥般的感觉。斗圣尚且如此，那更强的斗帝都将会是何等的恐怖。这般一比较，那金石所说的斗帝强者能够改变血脉的玄异之事，似乎也并非是什么天方夜谭了。至于古界如何进入，这即便是我也不太知情了。若非我是金属族数量众多，光凭我这实力，可还远远不够知道这么多秘辛的资格。金石摇了摇头，颇有些遗憾的道。萧炎点了点头，能够知道这么多与那神秘古族有关的信息，他便已经颇为满意。虽说那古族似乎实力极其庞大，但为了轩儿，即便是刀山火海，他也得去闯上一闯。虽说并不清楚古族之内究竟拥有着多少强者，但想必至少不会比那魂殿少。以萧炎的实力，即便如今突破到了斗宗，但想必也并不够看，但这也并不可能成为萧炎的阻碍。等将要老姐就出来，便去那古族，我便不信，管你再特殊，也总是人类。萧炎一咬牙，在心中发狠道，他可不会因为古族是强便因此而有所忌惮。轩儿等了他这么多年，说什么也是得必须前去一趟，不然的话，那也实在是太没良心了点。看来得尽快将金石的火毒驱除了。据穆青鸾说的四方阁大会已经快要开始了，若是错过了这次，想要寻到封尊者，就得不知道得何时了。